林总监，你的东西收拾好了吗？李文的声音带着一丝城市化的惋惜，但眼底的锐利却藏不住。林浩抬头看着这位妆容精致的人事总监，平静地问：我还有一些股权文件需要确认，你知道张总把它们放在哪里了吗？李文愣了一下，随即职业性地笑了笑：这个离职流程里我们会处理的，您先收拾个人物品吧。林浩也笑了，那笑容很淡，像秋日湖面的一圈涟漪。不用那么麻烦，我记得很清楚，我的股份应该在50%以上。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周五的下午，阳光被百叶窗切割成一条条，懒洋洋地铺在科技园区的地板上，空气里弥漫着咖啡、代码和一点点周末将至的松弛气息。林浩的指尖在键盘上跳动，屏幕上滚动的代码像是他身体延伸出去的神经末梢。他在调试一个底层算法，一个能让系统运行效率再提升3%的精妙模块。这是他最享受的时刻，世界简化为逻辑和字符，纯粹且有秩序。李文的高跟鞋声由远及近，停在他的工位旁，那声音很脆，像是在寂静的湖面投下了一颗石子。林总监，林浩没有立刻抬头，他敲下最后一行代码，按下了保存，然后他才缓缓转过椅子，看着李文。李文穿着一身剪裁得体的黑色职业装，脸上挂着无懈可击的微笑，但那微笑没有抵达眼底，他的眼神里有一种公事公办的冷漠。有事吗，李总监？林浩的声音很平静。李文将一份文件放在他的桌上，推了过去。林浩，这是公司的决定，经过管理层综合评估，认为你的工作效率和理念已经不太符合公司现阶段高速发展的需要。他顿了顿，似乎在选择一个更委婉的词，但最终还是放弃了。公司决定从即日起解除与你的劳动合同。空气仿佛凝固了，周围几个竖着耳朵的同事呼吸都停滞了一瞬，键盘的敲击声稀疏下来，所有人都用余光瞥着这个角落。开除技术总监，还是在周五的下午，这在任何一家公司都是一场不小的地震。林浩看着那份打印着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的第4纸，上面的黑字清晰冰冷，他没有伸手去拿，目光甚至没有停留超过3秒。他抬起头，重新看向李文，脸上没有愤怒，没有震惊，甚至没有一丝波澜，他只是平静地看着他，看得李文有些不自在。知道了，林浩说，只有3个字。李文准备好的一肚子说辞，什么公司感谢你过去的贡献，希望我们好聚好散，这是基于业务发展的艰难决定，此刻全都堵在了喉咙里。对方的平静让他的雷厉风行显得像一出独角戏。那么，请你今天内办理好离职交接。李文维持着自己的专业形象，尽管内心有些发虚。好。林浩点点头，转回身，开始在电脑上操作，备份他自己的私人文件。李文站在原地，感觉自己像个多余的人。他本以为会有一场争吵，或者至少是质问，但什么都没有。林浩就像是收到一个下班通知一样，平静地接受了。他转身离开，高跟鞋的声音带着一丝仓促。林浩被开除的消息像病毒一样在公司内部通讯软件的私聊群里扩散开来。听说了吗？林总被开了。真的假的？为什么啊？他可是技术大神啊，据说是效率不行，跟不上张总的节奏了。扯淡吧，上个季度的技术攻关
不都是他带队完成的？呵呵，鸟进工厂，兔死狗烹，公司做大了，不就这样吗？嘘，别乱说，小心被李文看到。议论声压得很低，但林浩能感觉到那些投射过来的目光，混杂着同情、惋惜、不解，当然也少不了幸灾乐祸。他不在意，他慢条斯理地删除电脑里的个人痕迹，然后开始收拾桌上的东西，一个用了5年的键盘，一个旧的马克杯，几本技术书籍，还有一个小小的相框。相框里是2个年轻的男人勾肩搭背，笑得像2个傻子。背景是一个狭小杂乱的出租屋，照片上的另一个人就是这家公司的 CEO 张总。照片的颜色已经有些泛黄，就像那段燃烧青春的岁月被时光蒙上了一层柔光滤镜。那是2018年，互联网的创业热潮还没有完全退去，空气里都是梦想和泡沫的味道。林浩还在一家大厂做着高级工程师，拿着令人羡慕的薪水，却感觉自己像一颗巨大机器里精准但没有灵魂的螺丝钉。张总，他大学睡在上铺的兄弟，一个在市场部混得风生水起，永远有用不完的精力和小道消息的家伙，找到了他。他们在一家烟火缭绕的大排档喝着廉价的啤酒。老林，出来单干吧。张总的眼睛在油腻的灯光下闪闪发亮。我有个点子，绝对能成。林浩安静地听着。现在是内容付费的风口，我们做一个垂直领域的知识服务平台，就搞 IT 技术这块，你最懂。你负责产品和技术，我负责市场和运营。张总的语速很快，充满了煽动性。启动资金呢？林浩问得很实际。我们俩一人50万，这是我的全部家当，我老婆的嫁妆本我都盘算上了。张总拍着胸脯。你呢？林浩看着杯子里浮动的啤酒沫，沉默了很久。50万，也是他工作这些年攒下的所有。干了，他说。于是在一个2线城市的科技园区附近，他们租下了一间月租2000块的小出租屋，没有公司，没有办公室，只有2台电脑和一张白板。公司名字叫乾隆科技，张总起的。他说他们就是乾隆在渊，早晚要一飞冲天。林浩觉得有点中二，但没反对。那段日子苦，但是滚烫。林浩负责写代码，从前端到后端，从数据库到服务器运维，一个人就是一支军队。他经常熬到凌晨3、4点，困了就在行军床上眯一会儿。张总负责吹牛，他拿着一个只有几页 PPT 的产品原型，去见各种人，跑各种会，用他那3寸不烂之舌，描绘着一个宏大的商业版图。他们的伙食是楼下的兰州拉面和城乡的方便面。出租屋里永远弥漫着一股泡面、汗水和红牛混合的味道。有一次，服务器在半夜崩溃了，林浩爬起来处理，张总也醒了，默默地给他点上一根烟，陪他坐着。窗外是城市的万家灯火，室内只有屏幕的光亮映在他们疲惫的脸上。老林，你说我们能成吗？张总忽然问。不知道。林浩盯着滚动的日志，头也不抬。但至少代码不会骗人。张总笑了，拍了拍他的肩膀。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半年后，产品的第1版上线了，出乎意料，反响很好。精准的定位和扎实的技术体验迅速吸引了一批种子用户。开始有投资人通过各种渠道找到张总。张总变得越来越忙，他的电话永远在响，嘴里说的词也从用户体验、bug 修复变成了商业模式、市场规模和估值。他身上的衣服
从 T 恤牛仔裤换成了越来越挺刮的衬衫和西裤。林浩依旧是那个穿着格子衫、头发有些凌乱的技术男，他所有的心思都在产品迭代和技术架构的优化上。2020年，公司迎来了重要的转折点。经过几轮艰难的谈判，他们成功拿到了 A 轮融资，一笔足以让公司鸟枪换炮的巨款。在庆祝的晚宴上，所有人都喝多了。张总搂着林浩的脖子，舌头都大了。他说：“老林，好日子来了，我们再也不用住那个破出租屋了。”林浩也笑了，他由衷地为公司感到高兴。融资之后，公司进行了重组，投资方的要求也是张总的意愿，他正式出任公司 CEO， 林浩自然是 CTO， 技术总监。从那一刻起，一些微妙的变化开始发生。张总开始大规模的招聘，他从各大民企挖来了市场总监、销售总监，还有他自己的心腹李文担任人事总监。公司的会议室里声音越来越嘈杂，在讨论产品方向的会议上，林浩提出的技术实现方案会被市场总监用用户听不懂来反驳。林总，你的想法太技术化了，我们需要的是爆点，是能让市场兴奋的东西。张总往往会在这时候出来打圆场，但天平总是倾向于市场那一边。老林，技术要为商业服务吗？先抓住用户，我们再慢慢优化体验。林浩想争辩，想说好的体验本身就是最好的市场武器，但看着张总那不容置疑的眼神，他把话咽了回去。他发现自己渐渐失去了决策权。公司里张总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开会、聚餐，形成了一个紧密的小圈子，而林浩和最早的那批技术员工则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人。林浩没有把精力放在这些办公室政治上，他觉得只要能让他安安静静地写代码，把产品做好就够了。他一头扎进了技术的世界里，重构底层架构，研发新的核心功能。他相信这才是公司的根基。公司业务确实蒸蒸日上，用户数、营收都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公司搬进了科技园区的地标写字楼，占据了整整2层。张总成了媒体的宠，投资人眼中的明星。林浩走在窗明几净的办公室里，看着那些陌生又充满活力的面孔，却感觉自己越来越像一个打工人。这栋大楼，这家公司，这个他亲手敲出第一行代码的事业，变得有些陌生了。张总找他谈过几次话，地点是在张总那间可以俯瞰整个园区的 CEO 办公室里。老林啊，最近辛苦了。张总亲自给他泡茶，动作娴熟，派头十足。还行。林浩坐在柔软的真皮沙发上，有些不习惯。公司的技术团队现在越来越大了，管理起来是不是有点力不从心？张总的语气很关切。林浩皱了皱眉，还好，核心的研发我一直都亲自带着。我知道你的技术是咱们公司的定海神针。张总笑了笑，但我的意思是，管理和技术是2个赛道，你是个纯粹的技术人，不应该被这些杂事分心。你什么意思？我在想，是不是可以再引进一个擅长管理的 VP 来帮你分担一下团队管理的压力，这样你就可以更专注于你最擅长的技术研发，做我们的首席科学家。张总说的情真意切，林浩的心沉了下去。首席科学家听起来很高大上，但实际上就是剥夺了他对技术团队的管理权。他将彻底成为一个被供起来的技术图腾。我暂时还能应付。林浩拒绝了。张总没有再坚持，只是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也好，
你别太累着自己。那之后，类似旁敲侧击的建议还有几次，张总总是在暗示他不适合管理岗位，应该回归技术本源。林浩都默默地顶了回去。他知道张总已经不满足于稀释他的决策权了，他开始觊觎他手中的兵权。整个技术团队，一张冰冷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宣告了这场温水煮青蛙式的驱逐正式进入了图穷匕现的阶段。林浩将最后一件私人物品放进纸箱，他的工位已经空了。他抱着箱子站起身，周围的同事们有的假装忙碌，不敢看他，有的则投来复杂的目光。人事部的2个员工走了过来，其中一个公式化的开口：“林总监，请跟我们来办理一下离职手续。”林浩点点头，跟着他们走向人事部的办公室。路过财务总监老王的办公室时，门开着。老王，一个40多岁、头发微秃的男人，公司的元老级人物，从公司只有10几个人的时候就加入了。他此刻正坐在里面，看着林浩，眼神里有无奈，也有一丝不忍。林浩朝他微微点了点头，老王嘴唇动了动，最终只是化为一声叹息。人事部的办公室里，李文正襟危坐，仿佛一个审判官，流程一项一项的过，签字、确认，一切都显得那么冰冷而高效。当所有文件都签完后，李文拿起了最后一份清单，脸上带着一丝如释重负的、几乎难以察觉的微笑。林浩，按照离职流程，最后需要确认一下你的股权情况。他故意把语速放得很慢，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公司会按照你入职时签署的期权协议，对你已经成熟的部分进行回购。当然，价格方面会很公道。他口中的期权协议是后来公司为了激励高管统一制作的范本，那是一份标准的、充满了各种限制条款的金手铐。他认为林浩手里的也一定是这个。整个办公室的人都看着林浩，气氛有些微妙。这是一个失败者最后的体面。林浩看着李文，忽然淡淡一笑，那笑容里没有失败者的颓唐，反而有一种看穿一切的从容。股份啊，他把纸箱放在地上，不紧不慢地说：“不用那么麻烦的确认了，我记得很清楚。”他顿了顿，环视了一圈办公室里所有的人，最后目光落在李文那张错愕的脸上，清晰的一字一句地说道：“我的股份应该在50%以上吧？”全场瞬间死一般的安静，空气仿佛被抽干了，每个人的表情都凝固在脸上。李文手中的文件夹啪的一声掉落在地，文件散落一地，他脸上的血色迅速褪去，变得一片煞白，嘴巴微微张着，却发不出任何声音。你说什么？一个年轻的人事专员结结巴巴地问，以为自己听错了。不可能！李文尖锐的声音划破了寂静。公司的股权结构我最清楚，你怎么可能？几乎就在同时，会议室的门被猛地推开，张总铁青着脸站在门口，他身后跟着几位公司的核心高管。显然，他一直在隔壁关注着这里的动静。他听到了林浩的话，他死死地盯着林浩，眼神里充满了震惊、愤怒，还有一丝恐惧。林浩，你在这里胡说八道些什么？张总的声音因为极度的情绪波动而有些变形。林浩没有理会张总的咆哮，他弯下腰，从自己那个旧旧的公文包里拿出了一份同样有些年头的牛皮纸文件袋。他吹了吹上面的灰尘，仿佛那是什么珍贵的文物。他将文件袋里的一份协议抽了出来，轻轻放在李文面前的桌子上。我想，你们说的那份期权协议，
对我并不适用。林浩的声音依旧平静，但在这死寂的办公室里，却像重锤一样敲在每个人的心上。我手里的是这份协议的标题，用粗黑的字体打印着联合创始人股权协议书，签署日期是2018年，公司成立之初。张总的目光像被钉子钉在了那份协议上，脸色瞬间变得比李文还要苍白，他全身都在微微发抖。真相的帷幕在这一刻被彻底撕开。这份协议的内容简单到近乎粗暴，它规定，作为公司的核心技术创始人和实际控制人之一，无论公司后续经历多少轮融资，股权如何被稀释，林浩先生个人持有的股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低于公司总股本的51%。协议的最后是2个签名，一个是林浩，另一个是张振华，张总的本名。时间仿佛倒流回了5年前那个闷热的夏夜，在那个堆满泡面箱子的出租屋里，张总拿着2瓶啤酒和林浩碰杯。老林，明天咱们就去注册公司了。张总的眼睛里闪烁着对未来的渴望。股权的事我想好了，55分，你说的。林浩说。不。张总摇摇头，表情前所未有的严肃。老林，这个公司技术是根，没有你，我说的天花乱坠都是空中楼阁。我需要你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的把全部身心都扑在技术上。他把一份打印好的协议推到林浩面前。这份协议你拿51%，我拿49%，而且我加了一条，无论以后怎么融资，你的51%是底线，是生命线。公司的控制权必须牢牢攥在你这个懂技术的人手里。我甘心做你的副手，去冲锋陷阵。林浩当时愣住了，他知道张总商业嗅觉敏锐，但没想到他会做出如此不商业的决定。你疯了，林浩说，没有这么分股权的。以后我们怎么找投资人？投资人那边我去谈。张总拍着胸脯，信誓旦旦，我就告诉他们，我们是一家技术驱动的公司，我们的核心壁垒就是创始人的技术控股，这是我们的优势。老林，你信我一次，只有这样，我才能安心的在外面闯，因为我知道家里有你，稳如泰山。张总当时的眼神真诚热烈，充满了兄弟情谊和创业的激情。林浩被他说服了，或者说他被那份毫无保留的信任打动了。他签了字，这份协议一式2份，成了他们之间最核心的秘密。后来的故事和所有创业公司一样，融资、扩张、股权稀释。张总用各种复杂的股权设计，巧妙地向投资人解释了公司的股权结构，并用自己的市场能力让他们相信这是一个稳固的、值得投资的团队。而那份原始协议则被他雪藏起来。随着公司的壮大，张总的心态变了，他成了光芒万丈的 CEO， 而林浩依旧是那个埋头技术的 CTO。他渐渐觉得那51%的股权像一根刺，深深地扎在他的喉咙里。他才是公司的脸面，是运筹帷幄的统帅。凭什么控制权却在那个不善言辞的技术男手里？他几次三番，旁敲侧击地想和林浩聊聊，想用一份丰厚的现金加期权的方案来优化一下这个不合时宜的早期协议。但林浩每一次都用沉默和微笑拒绝了。他不说同意，也不说不同意，就是不松口。张总渐渐明白，林浩不傻，他只是内敛，不代表他看不穿。于是，当公司即将启动 IPO 上市的钟声仿佛就在耳边时，张总的耐心耗尽了。林浩那51%的股权
一旦上市，价值将是数十亿，这是一个他无法接受的数字，也是投资人无法接受的。所以他联合了几个核心投资人，设计了今天这场逼宫大戏。他们的计划很简单，用一种极具侮辱性的方式开除林浩，让他颜面扫地。在巨大的压力和羞辱下，一个纯粹的技术人很可能会为了保住最后的体面，或者在一时冲动之下接受他们开出的优惠回购条件，主动放弃那份要命的协议。他们甚至准备好了强大的律师团队，准备用各种商业条款和法律漏洞来挑战那份不合理的早期协议。他们赌的就是林浩会退缩，会妥协。可惜他们算错了一件事，林浩的隐忍不是懦弱，而是在等待时机。他早就察觉了张总的意图，从那些被安插进来的高管，到一次次被架空的会议，再到财务报表上一些他看不懂的资本运作，他一直在暗中准备，咨询了最顶尖的商业律师，梳理了所有对他有利的证据。他甚至知道老王之情，他几次看到老王欲言又止，那份属于老员工的良知在公司的利益和旧日的情分之间来回摇摆。林浩没有点破，他知道老王会做出正确的选择。今天他不是被动的接受审判，他是主动的走进了这个为他设下的陷阱，因为他要的不是被动防守，而是绝地反击。办公室里的死寂被林浩的声音再次打破。他看了一眼脸色惨白的张总，语气平静的像是在宣布一件下午茶的安排。张总，根据公司章程和公司法相关规定，持有公司10%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我现在以持有公司51%股份的绝对控股股东身份，要求立刻召开紧急股东大会。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利。张总的嘴唇哆嗦着，他想说什么，却发现自己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他引以为傲的口才，在绝对的权力面前，脆弱的不堪一击。议题有3项，林浩竖起第一根手指。第一，罢免张振华先生的公司 CEO 及董事职务，理由其行为严重损害了公司及股东的利益，试图以非法手段侵占公司核心资产。他竖起第2根手指。第二，解除李文女士的人事总监职务，理由滥用职权，配合 CEO 执行损害公司利益的非法行为。李文的身体晃了一下，靠在墙上才勉强站稳。最后他竖起第3根手指，目光转向了门口方向。老王不知何时已经站在了那里。第三，我提议由公司财务总监王建国先生暂代公司 CEO 一职，负责公司日常运营，直到董事会选出新的 CEO 为止。老王浑身一震，难以置信地看着林浩。林浩朝他投去一个信任的眼神。疯了，你疯了！张总终于爆发了，他像一头被激怒的狮子，冲上来想抓住林浩的衣领。林浩，你不能这么做，公司是我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江山。江山？林浩第一次在脸上露出了嘲讽的笑容。你打下的江山是建立在谁的地基上的？没有我写的每一行代码，你拿什么去跟投资人吹牛？没有我带的团队日夜奋战，你拿什么去上市敲钟？张总语塞，我给你留了足够的体面，是你自己不要。林浩的声音冷了下来。现在请你离开会议室，这里即将召开股东大会，你已经没有资格参加了。我要告你，我要去法院告你。
这份协议是无效的，是商业欺诈。张总声嘶力竭地咆哮着，随时奉陪。林浩淡淡地说，他知道那份协议经过律师的确认，天衣无缝。张总在几个高管的簇拥下，或者说在几个同样面如死灰的自己人的簇拥下，被半请半劝地离开了。他离开时，那怨毒的眼神仿佛要将林浩生吞活剥。李文则失魂落魄地瘫坐在椅子上，妆都哭花了。他知道他的职业生涯可能在这一刻已经结束了。林浩没有再看他们一眼，他走到自己的那个纸箱旁，抱了起来。老王快步走过来，声音有些干涩：“林浩，老王，公司暂时交给你了。”林浩拍了拍他的肩膀，稳住技术团队，稳住业务，其他的等我处理完这些杂事再说。我行吗？老王有些没底。你行。林浩看着他，你只缺一个机会，而且你心里有杆秤。说完，林浩抱着他的纸箱走出了这间办公室，所有人的目光都跟随着他。他走过长长的办公区，走过那些曾经熟悉又变得陌生的工位。这一次，没有人敢窃窃私语，所有人都站了起来，用一种敬畏的、全新的目光看着他。他还是那个穿着格子衫的男人，抱着一个纸箱，但他不再是被扫地出门的失败者。他平静地收拾东西，但这次是以大股东的身份。视察完毕，准备离开。林浩走到公司大门口，自动玻璃门缓缓打开，外面的阳光有些刺眼。他停下脚步，回过头看了一眼那块巨大的用拉丝不锈钢做成的公司招牌“乾隆科技”。乾隆在渊，龙终于抬起了头。林浩的嘴角微微向上扬起一个几乎看不见的弧度。他抱着箱子走进了阳光里。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